用一根线能折出一维的宇宙吗？答案是能。但科学家把这个答案算出来之后，沉默了整整10年，因为它意味着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我们所在的宇宙可能根本不是3维的。1890年，数学家朱塞佩·皮亚诺随手在纸上画了一个正方形，把它切成9份，然后用一根线把所有格子的中心点穿了起来。接着他又把每个小格子再切成9份，再连，再切，再连，无限重复下去。就这么一个无聊的下午，他画出了一根彻底颠覆人类认知的线——皮亚诺曲线。这根线在理论上无限延伸之后，把整个正方形的每一个角落都填满了。问题来了，一根线怎么就变成了一个面？这个问题把整个数学界都问懵了。1年后，大数学家希尔伯特也搞出了类似的东西，他的版本更规整，但结论一样离谱。一根线经过无限次折叠之后，可以完美填满一整个2维平面。整个数学界当时的反应不是惊喜，而是恐慌。因为按照当时所有人对维度的理解，这件事根本不应该发生。1维就是1维，2维就是2维，中间不应该有任何过渡地带。但现在，这2根该死的曲线硬生生撕开了整数维度之间那道从未有人质疑过的裂缝。1904年，数学家科赫把一段线段切成3段，然后在中间那段的位置向外突出一个等边三角形，把原来那段中间线删掉，剩下4段，然后对每一段都做同样的操作，一直做到无穷。最终的图案，你从远处看是一个雪花形状，你放大看还是雪花，再放大还是雪花，无限放大，永远是雪花。这就是科赫曲线，分形历史上最著名的怪物之一。但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不是这个，而是数学家对科赫曲线维度的计算结果。它既不是1维，也不是2维，它的维度是 1.26 维。这是什么概念？维度可以是小数。这像是有人告诉你，有一种东西，它既不完全是线，也不完全是面，它卡在2个维度之间，永远无法归类。这一下子把维度这个概念炸得粉碎。因为在此之前，人类文明几千年的数学体系里，维度只有0、1、2、3这几个整数。没有人想过维度可以是 1.26， 可以是 1.58， 可以是任何一个奇怪的小数。这个问题最终逼出了一个人，拓扑学的创始人豪斯多夫。他意识到传统的维度定义根本无法处理这种无限复杂的结构，所以他重新发明了一套计算维度的方式。他的逻辑很简单，把一条线段2等分，你得到2段；把一个正方形的边2等分，你得到4个小正方形；把一个立方体的边2等分，你得到8个小立方体。维度其实就是你把边长缩小2倍之后，能得到多少个原来的形状。按这个方式一算，科赫曲线每缩小1/3，就变成4个更小的科赫曲线，算出来正好是 1.26 维。这不是凑出来的巧合，这是宇宙底层真实存在的数学规律。分形最核心的特征叫做自相似性，就是说，无论你把一个分形结构放大多少倍，你永远能在里面看到和整体一模一样的局部结构。一片雪花放大之后还是雪花，一棵树的树杈，树杈上面还有更小的树杈。这个特征意味着一件非常恐怖的事：分形结构的任何一个局部都包含了整体的所有信息。这就像把一面镜子打碎，每一块碎片里面依然印着完整的你。这个特性让一部分科学家开始相信，分形可能就是宇宙用来写自己源代码的语言。
更离谱的是，这种结构并不只存在于数学纸面上，它渗透进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你自己的身体。你肺里的支气管1分2， 2分4，分叉大约23次，最终形成的肺泡总面积大约等于半个网球场。你的身体就那么大，但分形把一个网球场塞进了你的胸腔。你身体里的血管也是如此，层层分叉，总长度超过1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2圈半。大自然从来不做无用功，它选择分形是因为数学证明了分形是在有限空间内实现最大化覆盖的唯一最优解。分形带给生命系统的影响远比你想象的要深。从最小的单细胞生物到体重超过150吨的蓝鲸，跨越27个数量级，它们的基础代谢率全都精确地正比于体重的3/4次方。这个规律叫克莱伯定律，生物学家发现它之后用了几十年，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偏偏是3/4而不是2/3。直到数学家从分形角度切入，才找到答案。三维空间中的分形血管网络天然地把生物体的有效维度从3维抬升到了接近4维。这个额外的1/4维度，正好让指数从2/3变成了3/4。一头大象和一只老鼠体内遵从同一套分形法则，而这套法则的背后是宇宙最底层的数学。分形告诉我们，宇宙从来不是整齐划一的整数。那些我们以为的边界，那些我们以为的维度，不过是人类为了理解世界而画出的粗糙框架。真正的宇宙藏在那些小数点后面，藏在那些无限放大的细节里，藏在每一片雪花的每一个角落。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生活在分形的宇宙里，而我们自己不过是这个无限自相似结构中一个微不足道却又完整的碎片。